大家好，我是当初拍电影的时候，虽然找了陈学冬，后来陈学冬也没有来演我的电影的蔡康永。大家好，我是虽然不认识陈学冬，但听说过《小时代》的薛兆丰。大家好，我是虽然没看过《小时代》，但也认识陈学冬的李诞。大家好，我是虽然跟陈学冬关系很好，但依然嫌他有点贵的 MM 马。Hello， 大家好，我是虽然出道很多年，但是大一现在比我还红的陈学冬。你现在一说，我脚都抖哎。对。李诞刚才跟我说，他特别喜欢《小时代》这部电影。虽然没有看过，但是依然是特别喜欢。对。啊，说说怎么喜欢？就是我觉得就是爱呀，是。哎，有人跟我争论过，说这个《教父》伟大还是《小时代》伟大？当时我就把他给打了。我说这种问题没什么好讨论的。影史第1名《小时代1》，影史第2《小时代2》，对不对？拒绝扎心。我跟你讲，你看过他的节目吗？没有。对。学东给你介绍一下薛兆丰老师。薛兆丰教授是一个经济学家。好像之前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没有经济学家在的吧？没有啊。为什么？后来我们节目经济出了问题。这个薛兆丰教授其实对娱乐圈非常不熟悉。今天为了表达他靠近娱乐节目的那个心愿，他跟我换了领带。你有没有觉得我的领带比较奇怪？他们说这个衬一点，但它的质量可能差一点。他说你，没，他说你，这你都听出来了？我其实没用过质量差的领带，所以我不知道。算了。行，没关系。那个好，我们来，今天是要谈一个好像跟父母有关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哎呦，甜甜，好久没见啊，最近不忙哈？忙，我非常忙，就是因为太忙了，所以接不了奇葩说的通告。哎，甜甜，你真最近抽脂了？不是，你瘦了。来，再这样吧，好吧，各位再见了啊。好，今天甜甜到现场还是有任务的，就是我们今天这道辩题是由甜甜和另外一位小朋友带给我们的，来，有请。都半年了，好想我妈，怎么还不来？妹妹啊，妈妈，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容光满面的？还有你这个身材，哦呦，不得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电视台上有个叫李诞的，你晓得吧？啊，我知道的，李诞嘛。哎，他向我求婚嘞！恭喜！我没见过李诞，我觉得他这个人应该有点问题的。是吗？所以你不喜欢李诞？我不喜欢李诞。那你认识一下他，他就坐在下面，你看眼睛小小的啊，穿那个袍子。我跟你妈妈是真心的。哎，对的，快点跟你未来的女儿说2句，来。我会照顾好她的。妈妈，我告诉你，我没见到他之前，我觉得他有可能有一点问题。我现在见到他，我觉得他问题很大的。他哪里来的问题啦？你看啊，首先他眼睛太小了，还有一个，他这个人很懒的。我看过他一期节目的，到人家通告里面一躺就是一期，只拿钱不干活的。还有最主要的，他这个人，他在外面说奇葩说的坏话。不要老是说人家坏话，你也要想想你妈妈的条件的呀，是不啦？你妈妈我现在铁树开花，焕发了人生的第2次，侬应该为妈妈高兴呀，囡囡呀，真的是呢。妈妈，哎，你本来眼里只有我，现在多一个蛋蛋，再生个小蛋蛋，那我怎么办？我没妈妈。哎呦，囡囡，不要，囡囡呐。我妈妈看出来了，你现在就是不想让我结婚是吧？我跟你说，
我年轻的时候生你生的早，被一个姓马的给骗了。你那个死鬼老爸走的又早，把我们母女俩抛弃。你要让我独立孤独的好，我走还不行吗？不要，我走，来 ，stop。老马，我来找你啦！所以，要是爸爸妈妈和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再婚，我到底该不该阻挠呢？爸爸或者妈妈要跟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再婚，我该不该阻挠？其实那段时间啊，就是爹妈再婚，你阻挠爹妈；你早恋，爹妈阻碍你，要互相搞对方。学东会选哪个立场？我选阻挠吧。如果蛋哥和田姐在一起，我不是他的孩子，我都要阻挠。学东为什么导演跟我说这个话题你特别有感触？哎呀，这个因为我阻挠过一次，不成功，反正是爸爸还是妈妈？爸爸，我说脱离父子关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还是悄悄的进行了，跟我也没啥关系了。你方不方便跟我们分享你阻挠的理由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人有目的性啊，那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工作啊，那我养我的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还要养别人，养你的老婆，在家养你的孩子，那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吧？那你现在你这2年来你有改变看法吗？我还是想我爸和我妈在一起。好，我知道你的立场，一会儿期待你跟我们分享。没有，我有可能会改变。我觉得这个节目很容易让我改变。对，太好，我们一会儿听听他们双方怎么辩论哈。你跟你父亲关系好吗？现在好了，以前不太好。以前是什么样的不好？就是两个人体力值不均等的时候，关系就不好。体力值不均等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取得平衡的？就是要有一个人服软啊！你猜这个人会是谁呢？好，别人在跟我们谈一个话题说，尤其是男生啊，长大最尬的一件事就是跟父亲单独聊天儿。康永哥跟令尊聊天的时候尬吗？尬，讲电话无法超过1分钟。那你为什么打电话给他？要钱呢？所以学东后来跟你父亲有过沟通吗？就一直聊啊，聊到当时不都已经就脱离关系，都已经翻脸了，还聊？就现在总归是父亲嘛，就对吧？他有什么需要还是，这就是心软的地方，没办法，就是。你现在跟他聊会尬吗？不尬就把他聊哭，就要说到他内疚。啊，你方不方便模拟一下，有哪2句话可以让他内疚？啊？比如令尊大人在那边。哪个？这位。你要选哪个？你选哪个？你选哪个就哪个吧。不要紧，你觉得像就可以。什么叫觉得像？你从小也没有管过我，那你现在凭什么管我？你从小也没有养过我，为什么现在让我养你呢？还不哭？还不哭？往往最后是抱头痛哭，还是没有都没有，就基本就是就下回再战，就散吧，对，下回再战。行，我们看看今天场上右边是正方皇室战队，反方是很想红战队。这2个战队都在前一轮的比赛当中都失利连连，啊，屡败屡战。我明天我不希望马建岳被淘汰，因为马建岳如果一淘汰的话，我们怎么打？就是思恒走这个事情对我们对打击非常大。思恒被淘汰了，然后陈明老师临时补位，18个小时准备，非常紧张，非常紧张。陈明老师补位了以后，我们整个论怎么样去重新衔接以及变位的调整，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内容都做了巨大的改动。小马，我觉得你的稿子真的全部要改，全部全部改。
就是你妈喜欢什么样的男的？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标准？我打个电话问一下他。所以我们也喂，妈妈，你喜欢啥子样的男的？昨天晚上教练突然跟我说，稿子全部不行，全部重写。然后昨天搞到5、6点左右吧，又写了一份新的稿子。就撒泼，就是不喜欢嘛。我们昨天已经输了一场，所以今天这一场就势在必得。啊，甜甜，如今无忌了。4次与奇葩之王擦肩而过。导演组说，今天有反省自己，说你太想要赢的心不好，就你一个人想要赢，他们想就玩玩就行了，是吗？不可以。人家没讲话。为什么要有这种心？你不能有这种心思，这就是你们队的风格。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和平，但是我们就是一定要赢，要血腥，要战役。黄埔中为了要赢，不择手段，说了多少恶心的话吗？啊，多黑暗的这种思想都讲过一遍了，他自己回去也是对吧？不要跟菩萨说两句 I'm sorry 的，就是为了演员的荣誉。对，是，我们3个队员真的是拼了命去准备这一场，希望不会辜负我们的准备。好，我们要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来投票了。要阻挠的按红键，不阻挠的按蓝键，请投票。5、4、3、2、1。哇！反方49票，来，你们先开始。紧张，说实话略有点心虚。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今天是我要再婚，还是我妈要再婚？那既然是我妈要再婚，我喜不喜欢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我不喜欢，不代表我妈不喜欢。为了更了解这个辩题，昨天晚上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说来聊一下你再婚的事情。然后我妈她想了半天，她想不出一个她比较想再婚的那种形象。我说我给你提供几个，你选一下。第一个是康永哥，然后是马老师，然后是小松老师，然后就选了这3位。他就说哪位老师更有钱，我就选哪个。我就说都挺有钱的呀。他说那就选马老师，因为风趣幽默。我就觉得啊，千选万选都不应该选马老师呀。风趣幽默有什么用嘛？我要找一个温柔的、温暖的、对我好的，肯定是康永哥这样的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跟我妈这个年龄的差距，导致我们2个审美有很大的偏差。她今天是要找一个老公，而我是要找一个老爸。然后她找了马老师这样的，我不喜欢也是很正常的。哎，你跟你妈都完全不用问我的意见是吧？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康永哥这样的，所以我可能会有意见。你们俩知足，小宋老师完全没人选。还有第二，说阻挠，我哪有脸阻挠我妈妈？想想我妈对我做的事情。高考还有2个月了，我要跑到广州去参加女团，然后我妈就说：“连1字马都批不下去参加女团啊！”然后她就收拾好行李送我去广州了。然后我女团参加一半，就跟我妈打电话，我说我想回去读书，我不想干了。我妈说：“你个高中文凭，你回去读啥子书嘛？”然后她就送我去留学了。然后留学留到一半，我就跟我妈说：“我觉得国内的生活比较适合我。”她啥都没说，把电话挂了，然后给我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你看，就这么短短的4年，我发了3次神经，我妈那么不喜欢，都一直在支持我，是不是？我对我妈做的事情，至少我都要支持3次。她现在离婚了，要再婚，我要支持她。她再婚了，她后面还要离婚，我还要支持她。这样才公平，这是我们俩的母女情分嘛。说完了我妈，说一下我爷爷再婚的事情。我爷爷在我奶奶去世几年之后，独守空房，终于今年通过在公园拍手，认识到了后半生的真爱。大家可能不知道拍手是什么，就是2个老年人站在一起拍手1万次。为什么？然后就在我爷爷准备跟这个阿姨再婚的时候，我小姑姑非要出来阻挠他，活生生的把我爷爷的忘年恋、西洋恋逼成了地下情。
爷爷到现在还是每天晚上偷偷摸摸的去公园跟那个阿姨一起拍手。我妈和我爷爷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想做什么事情，你拦都拦不住。而且退一万步讲，如果我妈今天没有再婚，那肯定不是因为我阻挠成功了，而是因为我妈不爱马东老师了。所以俗话说得好，打不倒的马老师，你就认输，叫一声爸。我是觉得他讲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我觉得是最可爱的。就是真的，这老年人就是按摩那个手部穴位，就这样，而且要快速的排，因为慢的没有意义。都不用互相打，就自己打自己就行了。如果要产生感情，不是应该互相按摩手部吗？他阻挠嘛，还没答应嘛。如果不阻挠，就不用这么排了，这么排。好的，来，下面正方一辩。要阻挠，乍一听特别的不讲道理，就是父母都离婚了，好不容易找到了爱情，我阻挠干嘛？我是嫉妒吗？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按你们的逻辑，我们先不阻挠，我们试试看会发生什么啊？不阻挠。举个例子，我妈现在有了一个男人，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但是不阻挠嘛，所以我就还是支持他们结婚了。然后他们结婚之后，我就特别难受，因为我就是跟不喜欢的人怎么相处呢？我觉得跟我一样理性善良的大家，我们都会先试图去喜欢一下这个人，我们先努力一下看看嘛，万一他有什么优点呢，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吗？有的时候，有的人他还真的就没有什么优点。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的去喜欢一个人了，可是我们就是喜欢不起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放弃的，但是现在不行，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这个人已经成为我的家人了，我还是很想努力。然后我就真的去上网搜了一下，应该怎么和不喜欢的人相处，给大家分享一下。网上说，首先我们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学会宽容，早睡早起，做运动，培养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朋友们，这叫养生。所以你们发现没有，和不喜欢的人相处真的好难。不喜欢的这种情绪一旦出来了，你很难克制。你可以克制一时，但是你不能克制一辈子。还有最后一个点，就是可能有一点就是一个有点严肃的话题，所以我要切换一个类似于黄执中老师的模式。就其实今天叫辩题，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是生活中真正遇到的呢？很少吧。可是我们就会想，现在会不会就真的有一个小女孩或小男孩，他正在纠结这个问题？他也许很年轻，然后他不懂这个人我为什么不喜欢，可是我就是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好像怪怪的耶。他不用那么快。我要切换一个类似于。还有一个很好的点还没说。然后他不知道要不要讲出来，要不要阻挠。然后他今天听了反方的观点，然后他觉得说我不要讲出来了，因为我讲出来好像显得我不成熟、不懂事，我阻挠了妈妈的婚姻。可是我们觉得讲出来，因为其实很多社会新闻就是从这个叔叔看我的眼神好像怪怪的，这个阿姨看我的眼神好像凶凶的而来的。我知道大家现在身上有一股冷汗，但是因为今天的这个辩题，我们两方都有可能出错。今天如果我们错了，这个世界上不过就是多了一个阻挠妈妈恋情的熊孩子。但是今天如果对方错了，那个叔叔的眼神真的怪怪的呢？如果那个阿姨真的凶凶的呢？如果李诞老师真的不风趣呢？所以，而且莎士比亚都说，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还会相信什么真理？以上。我觉得豆豆今天没有表现好，有1、2个关键句他没有说出来，所以就导致整个后面就大家有点觉得他不知所云。现在是反方64票，领先15票啊。2位来，请到开杠台，然后每个人只有45秒时间。从反方马建岳开始。李豆豆，你非要阻挠，我也没办法。但我爱我妈，你爱你妈吗？我爱我妈，所以我希望我妈找到一个更优秀的男人，而且阻挠不等于一定会成功。马老师还不够优秀吗？
你刚才说，因为你觉得你妈妈对你好，所以你现在阻挠，你身上其实是有一种道德压力的。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朋友找了一个不靠谱的男朋友、女朋友，你会不会阻挠呢？这个不要想，太多了。今天我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告诉我妈，如果有一天我找了一个她不喜欢的男朋友，她也不能阻挠我，只能忍着。正是因为她是我妈，她是我最亲近的人，既然连朋友都可以阻挠，为什么家人不可以？时间到，反方10秒。我觉得朋友也不要阻挠吧，就自由恋爱比较好，可以了。哇，小马好可爱。豆豆的表现是我之前从 PK 赛一直看到现在3场当中，表现最不在状态的一场。抬杠的那个部分没有把战斗力发挥到最高，因为他脑子里头塞太多东西，有点进退失措。好，我们看一看，目前是反方领先20票，在整个的1辩过程当中，这个舞台真的发挥了小马的特点，那今天的效果很好，拉票率也很高。本节目的超级赞助有你爱行不行，我一路躺赢的别克君越，黑金 HLV Jeans 一个很小红的新潮牌，搞定你最多3分钟的皇室战争，以及一勺干掉1碗饭的海天招牌拌饭酱。本节目的行业赞助是去屑大魔王康王。好，来我们看一看，现在是反方2辩，熊浩。各位好，刚才对方豆豆同学非常可爱，他跟我们讲了一个观点，他说，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得养生呐，不要去沟通，尽可能回避，保持宽容的心态。作为一个冲突解决专家，我要告诉你，这种做法完全是错误的。这件事情正如你后面说的，一定要说出来，但关键是说的方式、说的角度和说的技巧。今天这个题目当中，他是说，爸妈如果离异了，找到另外一个人，如果各位不喜欢，我们要不要阻挠？其实多数人会想到阻挠，但是在我们冲突解决专家的眼中，最刺眼的3个字，其实是不喜欢。不喜欢你什么都没说，你只是表达了一个无比刚硬的情绪。你不喜欢什么嘛？你可以告诉我嘛。比方说，豆豆，如果家人要再婚了，他说我不喜欢什么，我不喜欢这个男的被我妈带回来，每天到晚都抽烟，告诉他呀。他也许可以到外面去抽烟呀，他可以家里面你们喷一点空气清新剂呀，或者有可能他善意的为你做出改变呀。你说不仅仅是这种小事儿，我还觉得说我未来还会有人继续爱我吗？那你曾经的父母亲是怎么爱你的呢？你可能说他们每天都愿花点时间来陪我一起去看小猪佩奇，他也可能做得到啊。所以如果你盯住的不是不喜欢这种高度情绪化的表达，你有可能坐下来去聆听你们彼此的需要，你会发现整个现场变成一个可以对话、可以沟通的现场。而最妙的是，你有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愿意无比善良地为你做一些改变。这是第一。第二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不愉快，在这个题目当中至少涉及3个对象吧：我们离异的父母亲，我们自己和那个他们爱的人。当我们在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对话中，我们通常都在寻找敌人，那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好。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也许在亲密关系或者矛盾当中，敌人没那么重要。我们会说，比方潇潇，我说我最近有个活动10万块钱，瞧不起谁呀你？你变了，潇潇，你怎么会这样呢？以前我们的友谊，你现在耍他牌，哼，你注意到吗？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人跟问题拆分开，我们永远所有人都放到这一面来，我们把那个不喜欢的问题放到对面去，我们一起来想，怎么解决那个不喜欢？敌人不是爸妈，是不喜欢。
可以提醒你保持一点点善意，面对你的至亲，面对他们的幸福，面对你自己的幸福，有没有可能你有一点点善意？这点善意不需要太多，一点点就好。因为如果你有这么一点点善意，你就不会变成一个熊孩子。只要不喜欢，就去阻挠。谢谢大家。熊浩不错，熊浩这场的观点很不错，讲得很清楚，接地气儿了。好，二辩反方以后得了11票啊，现在已经是80比20领先。再婚这道题，有特别想打，就是你们有特别想说的论点。不想打这道题，不想打，不想选，不想打。因为我父母都是离婚加再婚。我觉得这个题目里面确实需要一些案例，但我的案例都很沉重，我是觉得讲了会荡气氛。就是我从来奇葩说面试的那一天，我就说不想打父母类的题，但是打到这儿，为了胜利，所以正方二辩，奶茶。熊孩子来了，熊浩老师，你的父母一定没有再婚过吧？对不对？巧了，我有，还2次。我来分享一下经验，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实战才是真理，他们都是纸上谈兵。来，先说一下我妈啊，我妈呢前2年再婚的啊，然后她找了一个新爸爸，对，这样可爱一点，新爸。我这新爸有个问题，什么问题？他不工作，他不赚钱，像学东老师的新妈妈一样。但可是要不是我妈，我现在没有永远不可能。那个有点慌张。然后发生个什么情况？我妈不工作，我新爸不工作，我妈想工作，我新爸不让他工作，最后他们决定让我去工作。这不是对吧？哎，靠谱吗？你们觉得这靠谱吗？对面说那啥玩意儿？这才是不靠谱的爱情。大家一定要知道，黄昏恋再婚不是每一段都那么可歌可泣。他们说我们幼稚，说我们是熊孩子，但谁熊谁幼稚不一定。至少在我这儿，我才是我们家成熟的那一个小可爱。谢谢。然后他的话让我觉得很想跟他拍一个掌，对，就是那种感觉。第二是我爸。我爸呢是我俩不怎么太那个见面也是啊，然后但是离婚了以后，我爸有一年来北京找我，然后呢带我去逛商场，然后我当时还挺开心，然后逛了商场呢买东西嘛，然后我相中一双鞋，他给我买双鞋1300，荧光绿的，我当时特别开心，因为我生活过很拮据，就有一双好鞋不错了。然后晚上饿了嘛，我爸又带我去吃饭，我们俩一人点了个盖饭，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里面比我多了一个狮子头。但是我爸没有说什么，他就低着头把狮子头夹给了我，然后跟我说好吃，然后我当时特别开心，因为那是我爸在我的记忆中送过我最好的礼物，比鞋还好。然后我爸紧接着就问我，他说：“哎，你前2天遇到那个阿姨，你觉得怎么样？”我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我说：“其实我内心不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个女生她可能想求点什么，但是我是个好孩子，我不是熊孩子。”我说那个阿姨不错呀，人很好呀，叭说一大堆。我爸也知道我的意思，他说好孩子真懂事。这个回忆就到这儿了啊。但是我上次见我爸，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我就在想，好孩子，代价这么大呀，我们要懂的事这么多吗？为什么呀？我在想，如果我当时稍微的阻挠下，我跟他说啊，那个阿姨。我觉得他人不好啊，他这不行那不行，我说一说，我爸会不会现在多看我2眼？他会不会觉得我没有他想象中的，我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坚强？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不知道。我们说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我们不想当熊孩子，好孩子给谁看呀？没人看。如果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想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再婚，你去阻挠，你倔一点，你倔强一点。我们人们。面对别人能懦弱的时候很少啊，但父母不是恰恰是允许我们这样的人吗？我们坚强给谁看呀？最后，刚才你一直在问我们，你说为什么阻挠怎么样？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只是我们害怕了，我们怕了。你们在一段婚姻之中，你们2人受到了伤害，可能结局不是很圆满，你们受了伤，我也受了伤。我也受了伤，
当你们在我不知道用多久的时间习惯单亲生活，当我终于习惯好了，你告诉我说你要再婚了，而且那个人我不喜欢，我这时候要做的什么？我要重整旗鼓，我要跟自己说 OK， 我要准备好迎接下一段生活了，我要走入另一个家庭，我要去抚慰自己。但我阻挠一下，我告诉你，可不可以再想一想，再等等？因为我们是本能，我们不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们不是为了阻挠去阻挠，我只是本能的害怕。最后，婚姻是什么？我跟你，我们俩彼此融入到对方的生活里，我们百年修得同船渡。如果你们连孩子这一关的阻挠都过不去，你们的婚姻谈何长久？你们怎么百年修得同船渡呀？所以这点阻挠对于真正享受爱情的人不算什么，想阻挠就去，别倔，别装，我们要勇敢做父母爱情中的试金石。谢谢大家。好。我觉得奶茶蛮触动人的，就是因为他讲的是自己的真实故事。奶茶这次表现很好。康永哥好像，眼圈有点儿我接触这个题目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没有遭遇到。可是刚刚他讲到他要好不容易适应了单亲生活，又要迎接下一个家庭，我就觉得真的很辛苦啊。这个尤其是一个还没有独立自主的生活的小孩，他得被放在一个屋檐底下面对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大的考验。所以他提醒了一些我忽略的部分。现在是58比42，来，正反方2辩，请到开杠台。每个人45秒时间，从熊浩开始。刚才奶茶说最后一点是你想成为父母的新生活的试金石，是这样吗？对。但是爱这件事情真的有统一标准可以测得出来吗？有人喜欢朝朝暮暮，有的人又说又岂在朝朝暮暮，真的有统一的标准可以测得准吗？测不准，但是什么？我们小时候早恋的时候，父母是不是会告诉我们，这个男生不太行，那个男生不太行？生活本身就是个轮回。原来他关心我，现在我关心他。不对，这不叫生活的轮回，这叫彼此给彼此造成劫难。曾经你的恋爱生活，他阻挠你，今天你阻挠他，冤冤相报又是何时了呢？另外第2个点，对方同学说沟通一下，这也叫阻挠，是这样吗？前提回答他第1个点，正是因为我妈妈在我年轻的时候阻挠我，所以我跟我妈妈才有了沟通的机会。我会告诉她这个男生哪儿好，她告诉我哪儿不好。各位，母亲永远关心我们。如果我们想跟另外一半相处的话，她一定会来询问你，她一定在意，不需要用阻挠。我在百度当中查阻挠的词条，联想是什么？阻挠拆迁、阻挠执法、百般阻挠，不是沟通都叫阻挠的。OK， 那就跟大家说最后一点，明明我是我父母生活的一个部分，我跟他共进退，但为什么唯独在再婚这件事情上，他们把我们孩子单独摘除了出去？我们不影响他的生活，只是因为我们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我阻挠你，但不代表你们的爱情不能继续，但我有权利发表我想说的话。谢谢，谢谢。哦，奶茶真厉害，奶茶扳回来了。这一回他掰的票可能比熊老师还多哦。他竟然能够抵挡得住谈判专家，我实在很惊讶。我觉得主要是谈判专家今天穿了寿司师傅的衣服以后，他的可信度降低了。对，但是好像刚才那个导演在监视器里看到说你的表情又复杂了，我就没听懂奶茶的故事，我从头到尾都没听懂。我看奶茶，你现在也很健康啊，来奇葩说，你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儿。这件事对你有没有逻辑啊？不是他的再婚跟他现在帅不帅？没有，我是觉得我现在特别棒，就是长得好看，事业也算有成。然后我也很感谢单亲家庭带给我这些，但是问题是说这些话的人可能他们没经历过。如果让我选，你说还我一个正常的童年和现在的这些，我选我的童年，因为太辛苦了。但兄想要讲什么？你的没有啊，因为他那个论点我觉得很奇怪，他好像说给他造成了这个困扰那个困扰。对啊，所以他要阻挠啊，这逻辑不是很清楚吗？我非常认可他的，我觉得感觉跟他有，对，我觉得有亲身经历的人讲出来特别触动。对呀，好像亲身经历的人不能讲，然后你没经历过你可以讲，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没有说。你还说你爸小时候老跟你动手的，这不是亲身经历吗？4-1出局。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个是霸凌啊。我是算了，没关系，我相信你方陈明一定帮你们伸张正义。来，有请陈明。就是心情非常紧张，准备时间极其有限，不到这20个小时吧。我要讲很简单一件事情，我只给大家讲一件故事。这一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潇潇教会我的那些事儿》，是一件非常真实的故事。昨天晚上凌晨，我们所有人知道的，在潇潇10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12岁那一年，他的妈妈带回来了一个伯伯，很不巧，正好就是潇潇非常不喜欢的那个类型。12岁，是一个叛逆期最巅峰时期的少年，而且他还是潇潇。你可以想见，他用了一切你们所能想到甚至想象不到的阻挠的方式去实现了。比如说，在进家门的时候横眉冷对，聊天的时候直接甩脸子，严重的时候在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姥姥姥爷都在现场的时候，直接抽桌，汤汁溅到那个伯伯一身，直接抽桌扭头就走。甚至在晚上，妈妈和这个伯伯在房间里已经睡着了的情况之下，直接上去擂门，擂一晚上就不让你睡。这才叫熊孩子，他比奶茶的这个熊劲儿，我觉得熊多了。他真真正正用行动在告诉他，我不欢迎你，我不喜欢你，我也是这个家庭成员，我是妈妈的儿子，我完全有权利对你表达进我这个家庭的不喜欢，表达我的态度，并且用行动表达出来。为什么要压抑自己呢？作为一个12岁的少年，他就一直是这么做的，非常的真实，都这么做完了。但他今年28岁了，我们昨天晚上一直在聊的时候，会回头问他你怎么看待12岁的时候的行为。他给我们说了几件我们之前还有那个12岁的少年之前根本看不到的事情，说了几个背后的真相。今天我看现场在座是以青年居多，我们往往会以我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去类比中年和老年对待婚姻的态度。青年人选择开始一段婚姻，往往是因为我爱他，我要跟他厮守终生，我决定一辈子都携手前行。中年不是，或者不全是，不只是。中年人为什么要开始一段婚姻？你知道他的妈妈为什么在12岁的时候会带一个伯伯来吗？因为撑不住了。这个辩题当中有3个词：父母、再婚和孩子。这3个词共同出现的时候，一个背后的家庭轮廓已经勾勒出来了。只有一个爸爸或者妈妈带着一个甚至不止一个孩子，上面可能有几个老人，2个是正常情况，如果是丧偶是4个。他妈妈一个人要养活7个人。他妈妈白天做着一份全职的工作，晚上开着一家 KTV， 想不想陪他儿子？想啊，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时间？有时间陪就没有钱，有钱陪就没有时间，又想要有时间，又想要有钱，就没有身体。撑不住了，撑不住，他想要有一个人来分担一下这么重的家庭的重担，而这些他都不能跟孩子讲，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情况又影响到自己孩子的成长，他只是需要一个人来搭他一把肩膀。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中年开启一段爱情重不重要，喜欢重不重要？重要，但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生活压力、现实的这些难题要不要考量？这还只是中年，如果是老年呢？我们的父母年龄再大一点，你以为2个老年人重新开启一段婚姻的诉求是什么？因为爱情一见钟情，携手相老，已经老了，他们只想驱散孤单。很多60多岁的老人之所以要找一个老伴儿，他不想让自己晚上深夜心脏病突发之后3天才被人发现，这样的例子报纸上少见吗？他想让晚上睡觉的时候身边有一个人能陪着自己，有任何突发的情况有一个人照顾，而自己也能照顾他。他想让白天一整天都有一个人能陪着说说话聊聊天儿，有一个人在旁边跟着他就觉得很开心。而孩子能做到这些吗？你能全天全夜的陪着吗？你不能啊。这只是他开始一段婚姻的理由。如果父母选择一个人要开始一段婚姻，都不只是因为喜欢，子女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不喜欢就阻挠这段婚姻？你们有这个权利吗？奶茶，你刚才中间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你说我就是本能的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他。我们也在问潇潇，他也就是本能的不喜欢。我们试图得到结论，我们说你到底不喜欢他什么？他身上的什么特质、性格还是什么？潇潇的答案非常酷，他告诉我，
我不喜欢那个那么容易喜欢一个新爸爸的自己，我不想让自己觉得是那么一个容易背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孩子在想到这个新人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本能的不喜欢。这是一个12岁少年的想法，可是28岁的潇潇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28岁的潇潇怎么告诉我们呢？你以为只有你在遭受背叛的煎熬吗？你以为只有你吗？他妈妈12岁把这个男人领到家来的时候，在没有你出现的时候，无数次的在心中问过自己：我这样做算不算一种某种意义上的背叛？而你的每一次出手的阻挠，都是在天平的这边再加一块石头，把它往下压，再把它往下压。这就是生活的真相。事实上，这真的是背叛吗？我要负责任地告诉潇潇，28岁的潇潇也知道，这不是背叛。你心中那块留给父亲的土地，没有人侵蚀，不是要一个新的人占据这块土地，而是你的妈妈想开辟人生中新的一块土地，来开花，来种菜，来结果，来开始人生中新的一段旅程。没有背叛，没有背叛。这是一个成年人在一个成熟的、在一个自然的婚姻状态下自由和尊重意志的选择。只有你的每一次的阻挠，才会让妈妈真的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在背叛。你在给她的伤口上还在不断的撒盐。真的，你足够爱你妈妈，自然而然你心里会得出那个答案。不阻挠是应该的选择。谢谢。有一点点感谢陈明老师。等到他讲完之后，我会发现自己真的做得很过分。我妈她丧偶的这种情况，她没有伤害任何人。是生活伤害了他，对，所以我其实崩溃的点是这个。好，陈明发言完了，3遍的跑票数是27，反方63比37领先。来，颜如晶，我很好奇卢晶会说什么，非常好奇。你想一下啊，如果我现在是那个12岁的小孩。我表达了我的情绪，陈明夸讲了6分钟，我很压力啊。我不得不懂事了吧？你把话都说成这样了，你在逼这个小孩，你都说了，这是潇潇他28岁之后，他成年之后，他回去想的时候他发现的，他沉淀了之后知道的。但是你跟这12岁小孩说的时候是什么？你把刚才你觉得所有的压力跟情绪挤向这个12岁的小孩，当年12岁的潇潇难道不辛苦吗？刚才奶茶说的故事，学东老师说的故事，潇潇本人的故事，他们当年的情绪没有错，没有错，我也没有说再婚有错，再婚也没有错。所以这个问题是，当有人要再婚，有人不喜欢的时候，谁来克服这个障碍？我觉得应该大人来克服。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是小孩啊，我是小孩。这答案虽然很肤浅啊，我是小孩，你不能奢求我马上知道这些道理是吧？但是你得教我啊，我为什么阻挠？我说我不要，我不要，是为什么？因为我要让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去喜欢这个人。我信任你，你是一个大人，你可以给我答案，我自己想不出来的。潇潇可能比较激烈，他用打的方法，他用敲，他是用闹的方法。如果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会闷着。但是如果我说了，我信任我的父母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如果当年潇潇阻挠的时候有问清楚，他妈能说清楚，他可能就知道这些事情了，不用他自己想，是吧？我们为什么阻挠？阻挠是我信任大人可以给我一个答案，所以我阻挠你，让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再婚，和我怎么克服我的不喜欢。因为喜欢之后，我能什么有反应，有没有情绪嘛？我不会去挖掘后面的理由，但是我阻挠的时候，他就会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最后有8个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今天我们卡的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这8个字。
叫有勇于索取，能被拒绝。什么叫勇于索取？就是面对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想争取的东西的时候，要说出来。但是我提醒这一批小孩子一个道理：我们是能够被拒绝的。有一些的人生痛苦在他卡在了前半句，他不敢索取；有一些的人生卡在了后半句，他觉得他不能被拒绝。但是只要我们保持勇于索取、能被拒绝这8个字，面对不喜欢的东西，理性反弹，这才是最健康的心态。谢谢。来，2位请到前面来吧。从陈明先开始，每人45秒。我想先问一下如今，你刚才说的意思是不是说孩子其实是有阻挠的权利，但是家长其实也有拒绝这份阻挠的权利，没错吧？对，我希望家长来克服。很好，孩子是有阻挠的权利，毋庸置疑。可今天题目的那个字叫该或不该，我们探讨的是他该不该行使他的这个权利，对不对？对，所以他应该行使。好，你刚才说了应该行使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孩子会比较脆弱，这一份应该由家长来扛，对吗？对，以后长大了，我的男朋友你不喜欢，我会自己克服。好，核心问题出现了，家长是不是一个成年人、自然人、自由的家长？没错吧？对，不然呢？他的婚姻是谁的事情？2家人的事情。这就是核心冲突。反方没有时间了。我们希望由父母来克服这个事情，因为当时你比我成年，谁有能力克服，谁来克服。谢谢。他们俩刚才这一回合能解除你之前的那个顾虑吗？越来越乱，越来越乱。我脑子现在一团粥，尤其是我听完奶茶又听了潇潇的故事之后，突然什么立场都没有。我觉得好惨啊！我觉得他们好可怜啊。因为你问我，就是说他小时候觉得不幸福，他现在愿意拿现在的一切美貌换一个幸福的童年。但是我想说的是，你阻挠了你就幸福吗？不一定啊，就是所以，但是我说这个话又很没有人性，他就又很惨，就好像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事情。最幸福的情况当然是你爸爸妈妈相亲相爱，你们一家3口，但是感情已经破裂了，不幸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后续要做的，该不该阻挠，其实就是怎么在这个不幸中坚持下去，怎么在这个不幸中才能让自己更幸福一点嘛。这个我没有经历过的人，我是觉得只能我自己坚强一点，我成熟一点，我多理解一点，我可能幸福的几率会大一点。我在那里砸门，我在那里哭，我在那里闹，我不觉得我会更幸福。我觉得如果当年潇潇没有去阻挠这个事情，反而被枷锁起来，被困在一个罐子里面，他怎么都闯不出去。他不去阻挠的时候，他应该现在会更恨他这个家庭，更恨他现在这个父亲，因为他连宣泄和发泄的地方都没有。而且你对于一个未成年人的孩子来说，他阻挠是他的人性，不是他要去思考什么，只是我想要我原来的爸爸和我原来的妈妈在一起。曾经我小的时候，7岁的时候，我的外婆问过我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妈妈再婚的话，你会开心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开心，我说我不开心。然后我妈妈那时候，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再也没有过感情的事情给我知道，也没有再婚。我觉得我很后悔，就是很后悔那个时候我做出了这样的反应，但是不是故意的，条件反射，这就是我真正愿意的是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一起。那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像如今说到了2个字，就是克服。为什么要我去做克服？陈明老师说的那个，他是逝去了。我们现在说的是离婚，离婚是2个人做出了选择，而这个选择不是我们做的，不是我们小孩做的，是你大人做的，但是这个后果要我们小孩去承担。当你再婚的时候，这个选择又只能你去做，后果还是要我们帮你去承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克服的话，我
为什么要我去克服？你为什么能不能帮帮我？我听一下我的内心的世界，让我去告诉你一些我真实的想法而已。我就觉得大家都好不容易啊。我现在觉得看你这个表情最不容易的就是你知道吗？你有一副心梗前夕的表情。刚才潇潇有听不下去。其实啊，我觉得这道题真的，大家不用想得这么悲壮啊。两方都没有考虑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妈再婚以后的生活。大家都预判了，我阻挠一定是我非常自信，我妈结婚之后因为我的不喜欢会不幸福。但是我妈再婚以后，我觉得我活得好快乐。来，我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啊会觉得单亲家庭的小朋友最需要什么？爱和关注。其实不是，单亲家庭的小孩最需要的其实是空间。为什么？因为当我妈发现她需要一个人同时担负起父亲和母亲的责任的时候，她对我是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我。我妈这个年纪啊，她每天的排气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出气筒只有我一个。当这个叔叔来到我们家之后，我妈的注意力分散了，出气筒成功的转移了。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而且你们知不知道，我妈一个人带我的时候，她最爱跟我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你是妈妈唯一的希望。我的妈呀，多可怕！他如果持续的保持单身生活的话，他现在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什么？搬到北京来跟我住，我连去纯 K 的时间都没有。而现在他的晚年生活是什么？跟我现在的继父在成都，两个人经常没事儿自驾游，他开心，我也开心。青春期的孩子，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钱和自由，是不是？是不是？多一个人，多一份钱；多一个人，多一份自由，多好！志忠，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场比赛打一打以后，好像大家都在讨论一个是非题。你看，今天我们说他选的对象我不喜欢，该不该阻挠？又不是阻挠他再婚，我是阻挠这位赵阿姨或李阿姨嘛。这不是个是非题，这是个选择题。我如果把场景我们假设一下，假如今天呢，是你的爸妈先后带了2位阿姨来啊，跳广场舞认识的嘛，对不对？礼拜六带了赵阿姨来做客，礼拜天带了李阿姨来做客。你很讨厌赵阿姨，这时候爸爸问说，你什么想法呀？这时候你说出我不想你跟赵阿姨在一起，是不是就没压力？选择题就没压力了，对不对？是的。而今天为什么我们会一不小心把选择题思考成是非题？这其实是一种看不起你爸妈的一种表现，就是你觉得他找不到，这是唯一的选择。你听得懂吗？这是一种自大，就是你觉得，哎呀，这个他已经没机会了，这是他最后一根稻草。这不是他最后一根稻草，他可以有很多根稻草。他当年找到你爸之后，也能找到新爸。所以其实你好像说我很懂事啊，不好意思，我很懂事，我不反对，那是在骨子里深深的瞧不起他，你懂吗？我瞧不起你能找到更好，这是不对的。所以开怀一点，这不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其中讲的是我爸爸的故事。怎么讲？因为我妈妈很早就生病就不在了，然后我爸爸就一个人。有一天我姐姐就说，她说：“我的妈呀，你干妈刚刚跟我打电话。”我说：“我干妈说什么？”然后我姐就跟我说：“你干妈想要帮我们的爸爸再介绍一个人。”然后我就说介绍谁，我就孤影其名，我就借用赵阿姨所以我姐就说她要介绍赵阿姨，然后我跟我姐2个人就一起做出呕吐的，
每年过年我们早上7点就起来等客人来拜年，然后就要领红包。我们非常在意那个红包的厚薄，就是我们2个惊到，我们一拿到红包一捏就知道这个红包像不像样。然后有一些很奸诈的大人，他红包用很厚的指头印，所以我们一捏就以为很多，就打开那么少就觉得很失望。可是这个赵阿姨不但她连这个场面都不做，她每次都带来一盒瑞士巧克力糖，然后我们要现金啊，就是我们要拿到糖就很失望，所以后来早上如果听说是赵阿姨来，我们就不起床，因为就不想拿那盒糖。所以这个印象就深深地烙在我们脑中，就是赵阿姨不是一个适合走进我们家门的人。所以后来我干妈说要帮忙介绍这个赵阿姨给我爸的时候啊，我跟我姐就觉得说不行，一定要阻挠。结果后来我更好笑的事情是真正发生在其中刚刚讲的事情，就是我爸自己也不要赵阿姨。令尊也是要现金吗？我爸后来自己交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朋友啊，然后我跟我姐姐觉得他好拽，就是搞定，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潇潇的心情一样，我好希望他们结婚，因为我真的不想变成我爸就盯着我了，所以就小孩有小孩的担忧，大人有大人的打算，这就是大家各过各的就行。最后还有各30秒的结辩啊，因为是反方先开始，所以正方先结辩，然后反方最后结辩。正方是谁来？30秒时间，是正方是谁来？正方是谁来？正方谁来？我先开始吗？你可以吗？对啊，结辩喽。我觉得打到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总结的东西，那我只说最后2句话吧。我觉得任何情况都不要害怕给爸妈找麻烦，他们有能力应付的，我们爸妈聪明得很。那另外一句话是告诉孩子的，也就是不要默默的付出，也不要默默的受委屈，所有东西主动去争取，那就没有人默默的辛苦。谢谢。反方30秒，陈明，谢谢。先明确一件事情，不喜欢的态度要不要表达给父母听？要，不是所有的言语表达都叫阻挠，阻挠要落在行为，行为是在切实的阻挠。第二件事情，如今一直在说这到底是谁来扛的问题，不好意思，不是，总归是要一起扛。我们只希望孩子多多在这种问题上体谅一步。我知道你有阻挠的权利，但我希望你不要轻易使用。不该去阻挠，是因为你为爸妈多想了一点，而该就是一个任性的表达。我想我就拍，他真的跟孩子气没什么区别，多体谅一步就好。谢谢，谢谢。最后所有观众做最后的选择。他们2个队谁再缺一个人都很伤。我应该是正方赢，我也觉得正方赢。正方红键，反方蓝键，请投票。5、4、3、2、1。我们可以把票锁在这儿。薛教授，您现在还是反方立场吗？今天晚上我没想到，这是我头一次在奇葩说听到那么感人的话题。但是我的任务还是做经济学的分析哈。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不应该阻挠。原因是这个世界上其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律一直在起作用的，那就是谁更容易适应这个社会，谁就有责任去适应这个社会。或者用刚才如今说的话是说，谁有能力去克服，就谁应该去克服。二是说一个社会啊，它会有各种冲突，冲突总有人要适应。那么如果我们每次都是让那个容易适应的人去适应的话，那么达到一个和谐社会，它所付出的总成本就会最小。这个定律呢，在经济学里面叫汉德公式。我们每一个人成熟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学会怎么样愉快地接受这个世界的过程。
我们会以为我的感情就是这样的，我天生就不喜欢这个，我天生就喜欢这个，其实不是的。我们是会受外界的影响，我们生存压力的影响的。我们在单位里面，我们不喜欢这个上司，我们不喜欢这个公司，怎么办？当然，你有别的机会的话，你离开。但是更多的人选择让我自己慢慢喜欢上这个上司，喜欢上这个公司的文化，因为这样活下来比较容易。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现象，有些公司上层的领导喜欢爬山，下面的人也爬山；喜欢下棋，下面的人也喜欢下棋。这个现象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你去适应这个社会，你去学会适应这个社会。其实我们每一个小孩都开始应该学习这个过程，知道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你想想看，你要一个你看得顺眼的世界，这可能吗？但是如果你要学会把世界看得顺眼，这真的那么难吗？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父母要再婚，随着你的年纪增长，越来越不该阻挠。谢谢。康永哥，还是正方立场吗？我对于我们的文化里面家人彼此干涉的程度，已经到了一个绝望的程度。如果现状是如此，那真的没有道理，只有爸爸妈妈介入小孩的生活，小孩也有介入爸爸妈妈生活的立场。而这个介入的原因很简单，你在要做一个决定之前，你在征询身边的人的意见，而身边的人对你最了解的人是谁？父母亲非常有资格觉得他们最了解你，所以当你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在旁边看到说实在不适合的时候，他会点一句说你们不会幸福的。小孩呢，跟爸爸妈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小孩也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他如果觉得这个人不适合，他发出一个警讯，也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所鼓励的家人与家人之间彼此介入对方生活的方法而已。我们就不是美国人，我们不叫我们的爸爸 Peter， 叫我们的妈妈 Mary， 我们就是叫爸爸跟妈妈嘛。所以就我们的文化就是这么在意亲子之间互相牵绊的程度。然后你到了这个节骨眼，你要说到我们小孩身上，我们就忽然清高了，我们就觉得爸妈你们做自己啊，那我们就不介入。我觉得这有点太悬空了一点。学东还是阻挠吗？我发现他是内心非常坚定的那种人。对于我来说，亲身经历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种坚持可能没办法被一瞬间所改变，就是这可能是我坚持了10年、20年，因为4、5岁的时候家庭有这样的变故，那对我来说，可能我没办法做选择。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希望我那时候更懂事一点，连离婚都不让他们离，就一直在怪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在怪自己，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阻止他们离婚？我阻止过，但是没有成功。那他们再婚的时候，我也阻止过，为什么又没成功？这个题目就好像是一拿到的时候，我坐在车里面，我就劈头盖脸的感觉，就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阻挠还是不阻挠？反正你阻挠了也不会成功，但是你起码做出了你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你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然后我也有一点抱歉，刚刚跟陈明老师说的那个，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把题目看得太清楚，一个离婚和失去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失去的话，另一半失去了，我会非常愿意让我的父母去找寻另一半。